Hello，大家好，我是西安。在之前带领大家认识 DeFi 中通过简单设置就能快速上手的 AI 爬虫 Firecrawl， 也因为免费版要通过 Docker 安装，让人感觉有些麻烦。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另一款开源的 AI 爬虫 Crawl4AI。经过1周几十个小时的学习和调试，终于搞清楚了 Crawl4AI 的用法，比我想象中的要强大很多。因此特别针对一些核心功能制作了这期极简教程。与之前介绍的 Firecrawl 不同， Crawl4AI 可以直接在 Python 的环境中通过 pip install 安装，仅仅通过 Python 几行代码即可实现将目标网页中的内容完全转化成 Markdown 格式。它也是 GitHub 上排名第1的热门爬虫项目，目前星星数已经超过了4万。如果你也想用 AI 爬虫，但苦于没有 DeFi 也没有 Firecrawl， 那么今天的 Crawl4AI 一定是你的菜。其实不仅安装方便， Crawl4AI 具备了高度的定制化功能。我这么说你可能不明白，就拿一个网页来举例。首先这是原来的网页，然后这是利用 DeFi 中的 Firecrawl 爬取的 Markdown， 最后是 Crawl4AI 的 Markdown 结果。相比于 Firecrawl， 去掉了导航栏、图片、文本里的超链接，还有页脚 footer 里的信息。总之一句话，就是几乎去掉了所有噪音信息，保留文章最核心的内容，是不是很厉害呢？废话语说多，Let's go！本次演示将使用本地的 VS Code 环境，配合 Python 交互式 Jupyter Notebook 进行操作，以便于逐步执行代码并清晰地展示运行结果。所以如果像我一样使用 Crawl4AI 的话，需要提前准备好 Python 的开发环境。首先我们需要通过 pip install 命令来安装 Crawl4AI， 然后这里的-u 安装最新版本，然后下面是 pip install next async io， 这是为了在后面异步运行时保证不会出错。异步这个词好像不是很好懂，简单说就是让爬虫在 Jupyter 里能多线程工作而不出错。不过这里还是极简解释一下异步。传统爬虫的处理方式是同步，打开网页等待加载完成，提取内容，关闭网页。每次只能处理一个网页，很慢。Crawl4AI 异步的处理方式，同时能打开多个网页，并行等待加载，同时提取内容，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网页，这样就快了很多。然后我们在这边执行，这边就是导入 Crawl4AI 这个库，然后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版本，这边安上的是 0.6.3 版本。接下来需要设置 Crawl4AI， 输入并运行这边的 Crawl4AI _setup 命令，安装一些其他需要的组件。安装好后，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 Crawl4AI touch 命令来检查是否安装成功。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 Crawly test fast 没有问题。然后最后这边有一个简单的爬虫测试，确保核心组件 Playwright 能正常运行。这边先导入需要的库，然后开启异步操作，执行。然后这边就是测试代码了，我们执行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获得了这个 example.com 这个网站的 domain 的名称。其实这里并没有用到 Crawl4AI， 只是这段 Python 代码控制浏览器访问了 example.com 的网站，并返回了网站的 domain 名称。简单说就是 Playwright 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是浏览网页。Chromium 是 Chrome 的开源浏览器框架，这里就是启动浏览器。这里还有一个参数 headless， 控制是否显示浏览器窗口。true 的话，浏览器会在后台运行，不显示窗口。如果我们在这边将 true 改成 false， 再来试着运行一次，
我们将这个画面缩小，然后再执行一次，这边就能看到浏览器的窗口被打开了。在 Cloud4 AI 中使用 Playwright 充当浏览器引擎，启动浏览器，控制 Chrome、Firefox 等真实的浏览器，渲染动态内容，执行 JavaScript， 获取完整的页面内容，模拟用户行为，点击、滚动，等待元素下载，获取数据，提取确认后的 HTML 截图、网络请求等。简单说 ，Playwright 能让 Cloud4 AI 像真人一样浏览网页，而不只是下载静态 HTML。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就解决了之前讲到过的使用 AI 爬虫时的思维3问题。接下来这边 Markdown Output Function， 这边就是我自己写的一个自定义函数，功能是将 Cloud4 AI 的爬取结果保存为一个 Markdown 格式的文件。为了方便查看在不同设置下输出的 Markdown 长度的不同，然后在这边我也将字符的长度自动保存到了文件名里面。首先是爬取页面的基础形式，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个爬虫最基本的模板。所有高定制化的爬虫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代码。我们最上面导入各种库之后，在下面定义了一个main函数，然后我们在里面 async with 语句创建爬虫实例。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能够自动管理资源，确保爬虫在使用完毕后会自动关闭并释放内存。然后在下面通过 await crawler 点 array， 然后执行抓取目标网页，然后将结果保存到变量 result 里面。获取抓取结果 result 之后，先打印 markdown 的内容长度，看看有多少个字符串，和前300个字符用于预览。然后在下面这边调用我的自定义函数 output md， 将完整内容保存为 markdown 文件。这个模板简洁而完整，为后续的高级爬虫功能奠定了基础。最后就是运行这段命函数，参数里需要加上我们设置的文件名，运行一下。我们看到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Markdown 长度是10879个字符，然后保存的文件中，文件名这里也有这个 Markdown 文件的长度。然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文件在 Markdown 里面，这个就是 Cloud4 AI 通过这个基础模板为我们抓取到的结果。这样可能不是很好看我用 VS Code 的第三方插件来渲染一下。点击这边的 Preview，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网页。好像我们还没有看到原网页，我将它拉过来。我们对照来看一下，这上面是导航栏，然后这里就是内容。然后这边都是 footer 里面的信息。从上到下我们看完一遍，可以发现Cloud4 AI 完美的将 HTML 网页转化成了 Markdown 格式。然后这边蓝色的字体这边也就是文字的超链接。一样，我们看到图片这里，它也是2025年5月23日。这里就是这个图片的超链接。如果您只需要复刻信息的话，从右边的 HTML 到 Markdown， 那么这个基础形态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下面我将要演示也是大家期待的，如何将 HTML 转化成一个更有意义的 Markdown。换句话说就是 AI 知识库。在这一章节里，会以之前的基础形态为基础，添加一些新的组件，随着设置和参数的增加，代码会稍微变得复杂一些，但整体结构几乎没什么变化，功能会更加强大。比如这里第一个组件就是 Browser Config 浏览器配置，
然后这边下面是4个可以设置的参数，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看一下代码这边。然后上面是同样导入各种库，然后是这边同样一个 main 函数，这边就是新增的代码配置浏览器参数。然后这个 browser config，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参数这边 headless， 然后等于 true， 我们设置的是一个无头模式，不显示浏览器窗口。然后下面 viewport width， 窗口宽度， viewport height， 窗口高度，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浏览器的大小。然后 user agent， 然后这边是浏览器标识，我们在之前 AI 爬虫403问题那里有介绍到。然后下面 text mode， 这边等于 true， 我们让它来禁止图片的加载，可以加速文本的爬取。接着下面的代码几乎就是和前面基本形态中同样的结构，只不过这边在创建爬虫的时候，然后多了一个参数 config， 然后指定给我们新创建的浏览器配置的参数在这边。接下来我们就来运行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结果 Markdown 的长度是10879，这和刚才是一样的，说明这次新设置的浏览器配置对 Markdown 输出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影响。这里我们生成的 Markdown 文件就不查看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 2.2.0， 这里又先添加了一个新的组件 Crawler 和 config 爬虫运行配置，用来控制每次具体爬取任务时的执行方式。这边我找了几个代表性的参数作为例子来讲解，方便大家理解。首先是这里的 word count threshold， 这边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一个整数来过滤掉过短内容，比如导航栏、菜单、按钮文字、简短标签等等。然后是下面的 extraction strategy 自定义抓取内容，这里可能比较麻烦因为它是通过 CSS 的 selector 来定义抓取内容，这边还需要用 JSON 的 schema 来定义数据结构，这个比较复杂。然后下面的 cache mode 缓存策略是否启用缓存，如果是更新频率比较高的网页刷着刷着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内容，比如西门网页等等，如果 enable 使用缓存的话，那么就不会爬取到新的内容。然后下面 JS Code， JS 是 JavaScript， 然后我们写 JavaScript 就可以模拟用户来点击、加载等按钮。然后下面是 Screenshot， 在页面完全加载后自动截取页面截图，保存的话需要另外设置。同样也支持 PDF， 将整个网页转换为 PDF 文档，同样保存的话需要另外代码设置。最后一个 Markdown Generator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它的默认是 Default Markdown Generator， 目前好像也就这一种。我们就先来直接看一下代码。最上面同样是导入了一些库，这里只讲变动部分，其他跟前面代码一样，后面也会这样讲解，一步一步迭代到高级形态。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已经多了很多需要导入的库，然后与之前不同的主要是这边 run config， 然后我们新设置的变量，这里出现了一个 crawler run config， 然后我们设置爬虫，然后这边我们用到了2个参数，一个是 cache mode， 然后我们这边选用的是 disabled 禁用缓存，然后接下来是 Markdown Generator， 我们就是不设置这边也使用的是这个默认的 Default Markdown Generator。 然后其实在这里面括号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参数设置，但这俩就先不设置，全部都使用默认的。然后接下来跟前面一样，然后这也是之前的一个 browser 的 config 浏览器的配置设置，然后其他内容一样，我们执行。
我们看到这边的 Markdown 长度是10879，跟之前一样了，所以差个意义也不大。在接下来我将讲解也是相当重要的内容，也就是 Content Filter， 它作为这个 Default Markdown Generator 里面一个重要的参数，会对我们的 Markdown 结果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刚刚我们添加了一个默认的 Default Markdown Generator， 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是空的，然后也就是没有设置，所以对我们在 Markdown 结果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然后在 2.2.1 这边，我们就来设置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Content Filter， 然后在这边我们有3种选择，然后 BM25 关键词过滤器，然后 Pruning， 然后内容精简过滤器，以及最后一个 LM AI 过滤器。在这边演示我选择了第二个 Pruning 来演示。Pruning 是一种智能内容过滤技术，通过分析文本密度、链接密度和标签重要性来自动移除不相关的网页内容。核心原理是保留文字多、链接少、有价值的内容块，移除文字少、链接多、嵌套深的垃圾内容块。然后我们直接进入代码看一下它的具体设置。Pruning Content Filter， 然后它的这边主要有3个参数。第一个是这里的 Min Word Threshold， 这边的意思就是最少几个词，标记少于 n 个单词的块，因为它们可能太短或者无用。这里其实我是不建议设置的，因为它可能会过滤掉很多超链接里面的文字。然后接下来是 Threshold 过滤阈值，在0到1之间，越高过滤就越严格。这个最优解是需要自己测试的。这个网页我测试了很多次，所以差不多就是 0.76。 下面 Threshold Tab 固定阈值或动态调整，这里我就选择 Fix 固定。然后这次因为我们在 Default Markdown Generator 中设置了这个 Content Filter 参数，所以在结果 result 中会产生一个新的属性，然后就是这里的会生成原始内容raw Markdown 和过滤后的内容 fit Markdown 2种结果。为了区别我也加上了 raw 和 fit 来标识文件名。我们来执行一下，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结果原始 Markdown 的话是跟刚才一样10879个字符，然后过滤掉内容的 fit Markdown 的长度是7120，长度发生了变化。这次我们就可以 check 一下内容，也就是这边我们点开，然后我们可以 preview，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最上面导航栏就消失了，然后以及这里图片也没有了，然后到下面，然后 footer 也没了，这边是一些 news 的内容，然后唯一不足的可能是超链接，这蓝色字体这边我们点击的话还是保持了一个超链接的格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所以剩下的噪音信息就应该是这文本里面的 URL 链接。接下来我们就会在 2.2.2 中除去这些噪音信息。2.2.2 中我们继续在 Default Markdown Generator 里面加上我们的第二个参数 Options 来进一步过滤内容。Options 里面又有6个参数，这里就只讲前面2个 Ignore Links 和 Ignore Images， 这也很好理解就是去除文字超链接和图片引用。接着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代码，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代码开始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了。在这边 Options 这是我们新增的第二个参数，在 Default Markdown Generator 里面，这个结构可能有一些混乱，大家需要注意。然后前面是我们刚刚设置的 Content Filter， 这是第一个参数，然后 Options 这边是我们正在设置的第二个参数，然后我们这边也设置好了，
ignore links 和 ignore image 设置为 true， 然后我们就直接运行，看一下 Markdown 结果是否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raw Markdown 长度是7225， fit Markdown 长度是1985。从这边我们生成的 Markdown 文件也可以看到，然后通过我们 options 的设置啊，然后一开始的这个 raw Markdown 从10000直接变到了7200。这里就是我们设置 options 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3000字符的减少量。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是否还存在超链接，打开这个 Markdown，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Markdown 就相当干净，没有 HTTP 之类的超链接了。接下来在 2.2.3 中简单演示一下另一个 Content Filter BM25 关键词过滤。我们在其他参数都不变的情况下，包括 Options， 用控制变量法看一下 BM25 关键词过滤的结果怎么样。这里我们在这边 Content Filter， 我们设置是 BM25 Content Filter 没问题，然后这边是3个参数，我们只设置前2个。第一个 user query 这边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关键词，我们就这边关键词 Anthropic API， 然后在第2个 threshold， 然后 BM25 的语助这边，然后设置成 1.2， 然后我们就来执行一下，看一下结果怎么样。我们看到这边 raw Markdown 长度是7225，这个数字跟前面我们用 Pruning Filter 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到了 Fit Markdown 这边，突然就减到了1860，着实是减少了很多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这边不太好看，我们看一下 Preview，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文章段落基本上还有 Anthropic 或者是 API 文字的大量都被保留了下来。要解释这个减少原因，其实跟 BM25 的搜索机制有关系。BM25 其实是一个搜索相关性评分算法，用来计算查询词与文档的匹配程度。核心思想也很简单，词频越高得分越高，文档越短，相同词频下得分越高，稀有词比常见词更重要。很多文档搜索里的关键词搜索全文搜索其背后的搜索机制其实就是 BM25， 但它也不完美。为了弥补其简单粗暴的搜索缺点，加上向量检索组成了 Hybrid 混合检索，采用综合打分的形式来找到最符合搜索的结果。好像有点偏题了，打住。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 2.2.4， 最后一种 Content Filter LLM 用到了 AI 过滤器。在这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不同的地方。Content Filter 这边选择的是 Content Filter，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结构不是很好看我们只要记住红色这边的是参数就可以了。这边首先要设置一个 LLM config， 就是大模型的参数如果是本地调用的话，我们只用这一行就可以完成。如果没有 Llama， 也可以通过 API 调用。比如在这边，我在 provider 然后的这个参数里写了 Anthropic 和 Cloud 407，然后加上了 API 的 key， 这2行就是调用 API 的写法了。但其实在这边我测试过很多次如果是调用本地 Llama 模型的话，结果会变得相当奇怪。Fit Markdown 会比 Raw Markdown 还要长，而且处理时间居然高达4分钟，这也是我不建议使用 Llama 本地模型的重要原因。所以在这边我是选择调用 API 来演示。然后下面就是这个模型的提示词 Instruction 是这个 LLM config 里面一个参数然后这里是我写的一个提示词。
然后跟 instruction 并列的是 trunk token threshold， 然后分段大小以及 verbose， 然后是否显示运行过程。我们直接这边来执行一下。我们先看到这边，就算是调用了 API， 也花费了差不多19秒左右，也是挺长的时间。但如果结果质量足够好，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看一下这边 Fit Markdown 长度变成了5500左右，比之前要少很多。然后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发现啊，这里的 Raw Markdown 跟之前的 Pruning 以及 BF25 都是同样的长度。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设置 Markdown 质量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格式不是很好。直接来看内容上有什么变化。我们将它粘贴复制到这边，然后我们再找到 Raw Markdown， 看一下经过 LM 的处理，我们可以发现这边导航的内容是没有了。然后还有这边，还有这里 news 新闻的内容，还有这边应该是 footer 页小的内容，然后都消失了。简单看一下，好像 LM 的生成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再跟我们之前面 pruning， 然后加 option fit markdown 的比对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会不会差距很大。看到这个没有意义的2025年5月23日，然后这一句话就没有了。然后 Sprawl 这一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也被过滤掉了。然后这些是比较有点像营销宣传的句子也没有了。所以看到这边啊，我是感觉 LM 这次 AI 过滤的 Markdown 的结果还是不错的。那唯一可能美中不足的是这边，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 Markdown 格式。虽然我在这边在 Instructions 一行，我让它保存文章内容，但是需要它转化成一个 Well Structured Markdown 格式，但它没有做到。所以不完整的 Markdown 格式，然后加上差不多19秒的处理时间啊，我是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 LM 的这个处理方式，毕竟还要花钱嘛。所以通过简单对比这3种不同的 Content Filter 方式啊，我个人是更倾向于 Pruning 这个方式，我也建议大家来使用。刚刚介绍过了 AI 过滤器，经过 LM 从 Raw Markdown 转化成了 Fit Markdown， 3种 Content Filter 之后的结果都是这边的7225的长度。其实这里还有一定的改善空间啊，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其他的参数，可以尽可能的删去 Raw Markdown 中的噪音信息。这样有2个好处，一是 LM 能处理更高质量的语料，二是减少 token 的消耗。比如在这边我们新加入的参数，在这边我来高亮一下它们。比如在这边我设置了 exclude text remove overlay elements through all images exclude external links exclude social media links， 这些都很好理解啊。然后将它们设置成 true，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 Raw Markdown 长度变成了5998，然后这3个 Content Filter 结果 Raw 都是7225、7225、7225，加入刚刚的参数之后，一下就变成了5998。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里的
让 Markdown 跟前面有什么区别？我们小工具，我们将它复制到右边，然后77225个版本，我们将它放到左边，看对比一下，我们看一下，首先是在这边导航栏，然后就没有出现在右边，然后这是2个单词，我们可以发现在右边就缺失了，然后还有这 keynote 这个单词也消失了，然后最后就是页脚 footer 完美的消除了。问题可能就是这3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在设置参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 exclude external links， 因为这个单词是一个文本超链接，在 A tag 里面它是外部链接，所以就被设置的这个参数连同文本内容一同被消除掉了。所以在设置参数的时候其实这个 exclude external links 我是不建议启用的。接着我们来到第3章扩展形态。Cloud4AI 除了能把原始 HTML 网页转化为 Markdown 格式的核心功能之外，还有一些扩展功能，比如这里的 3.1 可以将网页转化为 PDF 或者是 PNG 图片。这里我就演示一次性同时输出 PDF 和图片，其实的设置也很简单。在爬虫的参数设置这里我们只需要2个参数，一个是 PDF， 一个是 Screenshot， 然后我们都将它们设置成 True， 然后将这个设置然后用在我们的爬虫里面。然后下面是保存文件的代码，因为这里不是 Markdown， 所以就单独写了出来。上面是 PDF 的保存代码，然后下面是 PNG 图片的保存代码。我们就来直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很快差不多5秒钟的时间 PDF 和截图，然后就成功的保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DF。来从上往下看一下，这边除了字体大了一点，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这边超链接还是保存完整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图片怎么样。然后整体看这个图片，很明显这有2个页脚，然后这个图片也重复了。然后这边超链接的图片没有加载出来。总归来说可能还差一点东西。如果要用 Cloud4AI 完整的截图，可能还要继续调试。接下来3.2中，我们来爬取网页中的所有 A 标签里面的 URL 超链接以及文字。我们来看一下，也是这边爬虫的参数配置。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3行参数。显然这个是老朋友Cache Mode，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然后这边有2个，一个是 Exclude External Links， 另一个是 Exclude Social Media Links。看着这2个 Exclude 会去除链接，与我们期望的结果可能会发生冲突，但其实Cloud4AI 在爬取时会将爬取到的链接自动存储到这个 result.links 里面，然后我们通过 key 的名字 internal 或者是 external 可以获得它的 URL 链接或者是链接里面的文字。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这里 internal 是内部链接，它对内部链接的定义就是跟目标网页属于同一个 domain 的。外部链接的定义是不同 domain 的。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目标这个网页中有56个内部链接，然后有0个内部链接。
我们这边只是让它选择性的输出了前3个结果，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 A tag 里面的文字，然后也可能是这个网页根本就没有外部链接，所以我特意选择了另一个网页。然后这边是同样的参数然后这边同样增加了一个 exclude domain 的参数，看看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9个内部链接以及9个外部链接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同样是只显示前5个，所以这边加起来内部链接1、2、3、4、5，外部链接1、2、3、1、2、3、4、5，对的，一共10个链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设置的3个 exclude 参数对我们收集链接的结果是没有影响的，它们都会放到这个 result links 里面。接着3.3，我们用 Graph AI 来爬取网页中的所有图片信息。这个信息有2种，一个就是这张图片的引用地址，然后另一个就是 out， 也就是这张图片的文字信息，一般都是注释。我们就来执行一下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张图片的 URL， 可能格式不是很好看。然后下面就是 out 它的文字信息 ，an illustration of a triangle connected to a circle。这里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应该就是指的是这张图片。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然后我们找到这张图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name，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找到它。out 的信息跟前面是相同的文字。最后简单过一下高度定制化参数，我从官方文档里找到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放在这边，有些可能在前面就用到了，有些则没有。通过这些参数的设定，就算没有 content filter 的设置，我们也能得到一个相对干净的 markdown， 供后续的 content filter 来使用。像这些 true false 的参数使用上都很简单用不用自己调试一下就知道了。涉及更高级的设定，可能属于这边的 CSS selector 以及下方的 extraction strategy， 这里设置就明显繁琐很多了，牵扯到 HTML 的 selector 以及 JSON 的 schema 等等。有需求的同学可以继续深入学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介绍完 Graph AI 核心功能，又介绍了3个扩展功能。一键 AI 知识库的新工具，是不是又掌握了一个呢？后面看情况会追加多网页爬取和深度爬取。不想错过精彩内容的，记得点赞关注。我是西安，我们下期再见。